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地方，没去过的人会心生向往，去过的人则会念念不忘。于我而言，京都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。这座城从不费尽心思骗空你的荷包，它只需在那里静看风云，便可让人心向往之。下榻在厅屋，生活在飘着木头香气的老房子里，朝花夕拾，感受传统庶民的文化生活。这些古都的日常之美，像一本翻不完的书，引得我们三番五次的重返，也依然充满欢喜和期待。第四次来到京都，惊奇地发现，走过某条街道时，竟然可以不再依赖导航，仿佛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当地的人。京都有村上春树，是舒国治笔下门外汉的京都，也是北野武镜头里菊次郎的夏天。但真正触动我的，不是别人的游记，而是自己的回忆。京都的天气，京都的颜色，京都的味道，都在记忆中从未变过。唯一变的是后疫情时代，与世界旅人暂别的京都，突然一下子就安静了。从前熙熙攘攘、摩肩接踵的街道，如今只剩满眼矮矮的房子、狭窄错落的小巷和偶尔往来的行人。如此娴雅的京都，奢侈的倒有几分不真实了，但更显一份藏匿在岁月深处的悠然与惬意。不禁感叹，世人终于是把京都还给了京都人，这才是川岛康成笔下的那个古都啊！静谧、温柔、古旧斑斓，还带有一些悸动，这是我之前从未感受到的独特风情。很多人来到京都，为的是做湖山一日主人，立唐宋百年过客。京都千年来依然浸染着其他地方早已消失的唐宋氛韵，唐诗里的许多意境也只能来此处方能觅得。所以来京都不仅要戴上眼睛，还要备上充足的脚力，因为访寺庙、游小路是必不可少的两件事。位于东山一带的一条叫做哲学之道的小径，就能够让你两者兼得。这是一条全长不到2公里的西边石板小路，据说当年哲学教授西田几太郎常来此地散步冥想，思索人生，小径因而被赋予了一个极具文学气息的名字。想来住在哲学之道上的人家真是幸福啊！春赏樱花，夏感凉风，秋看枫叶，冬临傲雪。没有车水马龙，只有小桥流水，优雅娴静。连喵星人好像都感受到了这股静心的力量，卧在树下的石凳上思考猫生。想必他也懂得西田先生的那句名言吧：别人是别人，我是我，不管怎样，都要走我自己的路。虽没有西田先生之才，能在散步中悟出大堆哲理，但我每一次来到这条无论春夏秋冬都愿意踏步无数的小路，却也总是能感受到些什么。夏末初秋的季节，没有了山樱与红枫，但却多了一份质朴。翠绿的枝桠搭起了林荫小径，慵懒的水随微风低吟浅唱，萦绕着思古的意境。我们就这样慢慢地走着，只听见耳边鸟语阵阵，不自觉地便想起了朱自清先生《荷塘月色》里所描述的意境：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。此时此刻，不正是如此吗？
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京都的话，wabi sabi 或许最贴切，翻译过来就是近些年家居装饰中常听到的一个词侘寂。那么何为侘寂？我理解的侘是简朴，是豪华的对立面，超越外在；寂是古旧，是崭新的对立面，挑战时间。侘寂是一种超越外在和时间的美，不夺人眼球，但余韵无穷。侘寂的美学在日本人的心中不言而喻，也无不体现在京都的寺庙庭院上。散步在哲学之道，转角遇到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随意进入一个也都是宝藏秘境。比如位于小路起点的银阁寺。京都大大小小的寺庙星罗棋布，银阁寺远不是最有名的那一个，但却是我心目中如白月光一般的存在。银阁寺本名东山慈照寺，与世人皆知的那座内外都贴满了金箔的金阁寺相比，仅一字之差的银阁寺看似暗淡的让人失望了，但它韬光养晦的侘寂之美才符合京都人审美的眼光。质朴的银阁以草结瓦，仿佛一位衣池畔梳妆的少女，半羞半涩，优雅隐士，有一种不张扬的美感。院内绿树扶疏，象征波浪的白色砂石为银阁寺的美做了神助攻。无水似有水，独特的曲线线条在禅者眼中或惊涛骇浪，或碧波粼粼，所有境界皆来自于心。离开银阁寺，途经法然院和禅林寺，最后你就会看到内敛的南禅寺，静静的如不沉的舟泊在路的尽头。偌大的寺庙里游人稀疏，独自一人坐在庭院里发呆，蝉鸣鸟叫和夏末清爽的风吹着枫叶沙沙作响，侘寂之美扑面而来，此时此刻的感受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。侘寂美学的兴起与禅宗传入日本有着密切的联系。那么什么是禅？你或许很难一下子用语言把它具象化，但只要你人在京都，就能随时感受到禅无处不在，能让你的心沉静下来，放空脑袋，只关注眼前的事物和当下的感受，这就是禅。当然，如果要说到禅意的精髓，枯山水庭院一定是最有排面的。刀劈斧削，砍掉了所有的装饰，以白沙为海，以石为山，静坐庭前便可观亘古。虽说我和先生都不是那种能坐在一堆石头前参悟人生的类型，但既然来到了庭院之都，怎么能不去探探枯山水的禅意呢？龙安寺的方丈石亭是枯山水园林的写意高峰，白沙趴置的各式纹理，可以是水的涟漪，也可以是雨的脚印，或是荡漾的水花。一组组大小各异的石头，是起伏的山峰，也可以是海中的岛屿。总之，你想到什么就是什么。玄幻奇妙的枯山水，看似是一片贫瘠的风景，却成就了无数人读不穷尽的山水画。俗话说，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我这个外行人虽没参透出什么宇宙万物的深意，但却对庭院富含的谜团产生了强烈的兴趣。据说院内一共有15块石头，但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同时看到所有的石头。我当即踱来踱去检验了一下，果然没错。有一种说法是15代表着圆满，看不到全部就说明还需要潜心禅修。这似乎也刚好对应了修佛悟禅可以解放自我束缚而获得世界的真相。我想看不见的石头也可以代表着人生的缺憾，有时也许接受了人生的不圆满，才能获得圆满吧。